今日晨会集萃8点档，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个股点评。1. 百度集团开源证券报告指出，公司短期广告业务因 AI 搜索改造有所承压，但长期来看，自研 AI 芯片、昆仑芯、智能云以及自动驾驶业务萝卜快跑的规模化商业运营和全球化扩张将成为驱动估值提升的核心动力。公司最新发布的文心大模型 5.0 大幅提升了多模态能力，维持买入评级。2. 中芯国际财信证券关注到，公司2025年前3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1.1%， 第三季度产能利用率上升至 95.8%， 毛利率环比提升 4.8 个百分点，显示出强劲的盈利能力和行业景气度。3. 英科再生浙商证券发布公司深度报告，认为其作为再生塑料一体化龙头，质地扎实。在全球塑料产业向再生转型及欧美地产链回暖的背景下，公司依托全产业链和全球渠道优势，有望实现稳健成长。4. 荣泰股份天风证券首次覆盖并给予买入评级。公司通过外延整合，正从单一的汽车压铸件供应商向汽车加机器人双主业升级，收购润福动力和中山奥多，分别切入高精密传动和汽车电子电机领域，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5. 中科曙光国泰海通证券首次覆盖并给予增持评级。作为国内 IT 基础设施领军企业，公司在高性能服务器和存储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市场普遍预期其与海光信息的合并将带来巨大的协同效应和成长空间。6. 铁龙物流天风证券维持买入评级。公司核心的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持续增长，受益于国家推动多式联运和工转铁的政策，未来增长可期。但传统货运及地产业务面临收缩压力。7. 中创物流天风证券维持买入评级。公司亮点在于海外物流高成长和现金充裕高股息。公司在印尼的过驳船业务发展迅速，工程物流景气度高企，同时连续多年提高分红，提供了较高的安全边际。8. 腾讯音乐国泰海通证券维持增持评级。公司内容生态厚积薄发，付费用户数和付费率持续提升，推动了利润的稳健增长。9. 建发股份国泰海通证券维持增持评级。尽管前3季度净利润因联发集团和美凯龙业务亏损而同比下滑，但分析师认为公司供应链运营韧性仍在，关注其未来利润拐点的到来。10. 索菲亚与欧派家居天风证券对2家定制家居龙头均维持买入评级。虽然行业面临地产调整的压力，但2家公司 Q3 盈利能力均显现出改善迹象，他们正积极调整战略，深耕存量房市场，并通过供应链改革和降本增效来抵御周期波动。重要财经新闻。1. 宏观数据发布，央行公布10月末金融数据，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2%， 狭义货币 M1 余额同比增长 6.2%。 前10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30.9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83 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净融资是主要贡献项。2. 锂电产业链全线大涨。周四，锂电板块成为市场绝对主线，主要催化剂是电解液添加剂 VC 价格在近期出现大幅跳涨，单日涨幅超 50%， 以及工信部在2025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表态，将促进动力电池在更多领域扩大应用。3. 15-5规划前瞻渐热，多家券商在晨会中提及对15-5规划的展望。宏观层面，券商测算为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未来10年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行业层面，中药、环保等领域的15-5规划成为关注焦点。4. AI 与半导体产业景气度持续。国内方面，百度世界大会展示了其从芯片、模型到应用的全站 AI 布局。海外方面，半导体巨头英飞凌和存储龙头凯霞的最新财报均显示， AI 相关的电源业务和 AMD 产品需求强劲，并预计未来将保持高增长。5. 汽车行业价格战持续降温。多家券商数据显示，10月国内乘用车市场价格竞争进一步放缓，平均折扣率环比下降，这表明行业正逐步摆脱恶性的价格竞争，转向精细化运营和价值竞争。券商观点解读。1. 关于宏观数据与货币政策，多家券商解读认为，10月金融数据反映了经济结构的转型，
社融高增主要依靠政府债券发力，而信贷增速相对放缓，这与央行提出的跨周期调节思路相吻合。天风证券固收团队指出，货币政策的重心正逐渐转向稳增长，但考虑到银行净息差压力和跨周期目标，全面宽松的时机仍有不确定性。对于债市，短期内信贷需求减弱可能利好债券配置，但长期需关注政府债券供给增加对市场的影响。2. 关于锂电与新能源板块，财信证券策略团队分析认为，锂电板块的爆发是涨价加事件驱动的典型模式 ，VC 添加剂价格暴涨是直接导火索，而政策端的积极表态则为行业前景提供了强心剂。展望后市，新能源板块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利好因素正在累积，有望持续吸引从科技板块流出的资金。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锂电、光伏、储能等细分领域的趋势性机会。3. 关于“1055”规划与经济目标，浙商证券宏观团队测算，为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2026至2035年期间，中国年均实际 GDP 增速需达到 4.17% 左右。这个目标具有挑战性，但并非遥不可及。对于行业而言，浙商证券中药团队强调，“1055”是央国企实现开门红的关键时期。中药行业在经历渠道库存清理后，叠加中药材价格回落带来的毛利率修复，优秀企业有望迎来业绩与估值的双重提升。此外，市场期待的新版基药目录也可能成为重要催化剂。4. 关于 AI 与半导体产业趋势，开源证券对百度世界大会的解读非常深入，认为百度提出的 AI 到金字塔结构及芯片、模型、应用，体现了其将 AI 能力内化并转化为生产力的决心。昆仑芯、文心大模型和萝卜快跑的进展，预示着其 AI 商业化正在从智能涌现进入效果涌现的新阶段。财信证券则从海外巨头财报中观察到， AI 对半导体产业的拉动是全面性的，从算力所需的 AI 电源到数据存储所需的 AMD， 均处于高景气周期，涨价和需求增长的趋势有望延续。5. 关于汽车行业竞争格局，国泰海通证券汽车团队的分析显示，10月价格数据的企稳并非偶然，而是行业反内卷趋势的延续。在传统金九银十消费旺季，车企没有选择大规模降价促销，而是通过优化产品和提升服务来吸引消费者，标志着国内汽车市场正从野蛮生长的价格战阶段过渡到精耕细作的成熟阶段。这一健康趋势有望在第4季度持续，维持对行业增持的评级。